我已经从家骑出来4-5公里了，现在呢转到莲花南路上。昨天我还走过莲花南路，是从前面骑过来的。今天呢，趁着雨停了，天气还可以，比较凉爽，再出来骑行一阵。现在呢，我是沿着莲花南路由南向北骑行，随意的转转因为刚刚那条春生路昨天都拍过，今天就省略了。经过韩市径这座小桥，这边的河冲非常之多，很多名字我都搞不清楚。经过高兴花园前面叫高兴路，名字很讨喜大家高高兴兴。现在骑过新珠路前方就是 S20， 也就是外环。这边看到一个牌子沪西牌，就不可以再往前了。上海的车牌呢很奇怪有一种叫沪西牌，另外一种呢就是沪西牌以外的沪牌。沪西牌呢只能在郊区开车，但是它不需要牌照费也就是说你在外环以外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行，即便你走向全国各地也没有问题，但就不能进市内，就不能越过外环这条线。
经过罗源路啊，骑上一座桥，这座桥呢就是店浦河的桥。前方呢有沪闵高架，还有中环路高架。我看这边还开了一个叫梅龙夜市，还有 KFC 等等这些小店。现在这些相对比较郊区地方啊，都在通过这种小型的商业街道啊来活化经济。现在经过罗秀路。马路两侧呢都是很漂亮的社区公园啊，这边呢也有很多的屋村，前方呢就是沪闵路了。我今天呢要沿着莲花南路骑过沪闵路，继续向北骑行。穿过几条铁路、地铁的轨道桥。现在呢，骑过沪闵路啊，在沪闵高架桥下穿过。
这边呢属于梅龙镇的地方。现在骑过古美路啊，继续在莲花路上骑行。过了富民路呢，莲花南路就变成了莲花路了。这边呢又有一座桥叫张家港桥啊，这应该是我刚刚过来的第3座桥了吧。马路对面呢，上海戏剧学院啊，我觉得它应该就是戏剧学院的一个分部。我的右侧围墙里面呢是国美新村啊，应该都是比较老的一个社区，但是这里每经过一段地方呢，都会有些街头绿化或者街心花园，有些地方呢有更大的这种社区公园。骑过平阳路，继续在莲花路上骑行。这些马路呢还是非常适合骑行的。一个呢就是它有专门的骑行道，而且这个骑行道做得比较宽。第二的话呢，这个马路上啊，人和车都不是特别多。唯一的问题呢，就是这边红绿灯太多，每过一个路口呢都要等待。我就听说啊，北欧有些国家，他们现在在发展叫自行车高速路。那我的理解呢，就跟高速公路一样啊，就是没有红绿灯，专门用那些高架的桥啊，连成一个路网，让骑行者呢可以无障碍的通行，或者呢，在很多的路口啊，设置了优先自行车通过的路段啊。我的理解大概就是这样啊。这个呢，我就觉得返璞归真，更符合这种潮流，其实也是一种新的时尚啊。尤其是年轻人呢，应该慢慢会热衷于通过骑行，让自己呢身体更加的活跃啊，同时呢，让自己保持健康的体态、身材等等啊，都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。你看啊，我的正前方呢又有一个很漂亮的街心公园啊，后面呢起了不少的居民楼。现在骑过了布袋路。今天呢，原本也没有什么目的地啊，就是想出来骑行一下。因为昨天骑了一趟远路啊，大概来回60多公里吧，应该不到70公里。
结果今天感觉还相当不错，但是早上想出门的时候呢，一场大雨出乎意料的来了啊！因为天气预报是今天下午5点钟以后才有下雨。那么等到了中午吃完饭以后啊，天气放晴了，虽然路面还湿的啊，但觉得还是出来骑行一下。现在骑过平吉路，又是一个街心公园。那我今天呢，就是随便看了一看啊，相对距离比较近的某个地方，那我就是还是放到虹桥机场附近啊，有个叫法华禅寺的。其实我并非要去那个禅寺，只是看了一看呢，单程距离大概15公里左右，我觉得蛮适合今天去一个休闲式的骑行，所以我就把它定到了那里。所以今天就走这条莲花路向北，到了那边呢，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地方可去。因为那个不远处呢，应该有闵行区的一个博物馆，还有文化中心等等，到那边去看看吧。现在骑过古龙路，右侧是一个公交站啊，我看像洗手间这些基本的服务设施啊都是齐全的。我觉得中国的文明啊发生的变化，你就看街上的厕所就好，但凡走一段路就有一个干净的洗手间，可以让大家需要时候用一下。像我昨天去到了浦东的骑行道，那条20公里的超级美的绿道，不但有洗手间，还有那些驿站，就这些驿站里面呢还提供一些免费的茶点、茶水啊。现在我骑过的这条桥呢叫漕河泾桥，大家如果跟着我的镜头呢，也会了解到上海有多少的这些河道做了很多的这种桥梁。就说到昨天在浦东骑行的时候，专门去参观了一个驿站，它叫临江驿。这个里面呢有书、有水、有充电的，当然更重要的是有那些休息的地方啊，分为室内室外，然后呢还可以蓄水。总之非常好的一个驿站，而且全部都是免费的，我就觉得这个是一种文明的体现啊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来到上海啊，觉得这个上海看上去啊，大家都讲究所谓的腔调，比较爱面子，但实际上这个城市呢，还是把发展的红利啊，用到了更多的老百姓的身上啊，包括满街的这些绿地公园。现在我骑过东南路，
又经过一条不知名的小河冲。骑过这条还在施工的漕宝路，莲花路到了这边呢，就收窄了。看上去呢，就变成了一条普通的马路，树林也不多了。到了这边呢，树林又茂密了起来啊。这边呢是漕河新开发区宝石园，这个地方应该都是跟漕河新开发区有关系的。这条是田林路啊，现在经过这条田林路。到了这边呢，可能跟漕河新开发区有关啊。我看马路两边啊，这些建筑应该都是一些科创园区。这边的马路的绿化也做得非常的不错啊。现在呢，骑过宜山路，继续在莲花路上北上。
这边有写啊，漕河泾开发区高科技园区。骑到这边呢，前方好像进入一处森林的状态啊。骑过环镇南路啊，原来这边是虹桥镇，大名鼎鼎的虹桥镇原来在这里。大家从虹桥那边就可以联想到虹桥机场、虹桥枢纽，还有虹桥开发区。又经过一座桥，叫普惠堂桥。前方呢就是吴中路了，我就要左拐了。现在呢，我又拐到了一条叫红中路的小路上。
现在骑过五美路，继续在红中路上向北骑行。这里已经到了古北的地段了。骑过红松东路，经过华光路，
现在穿过延安西路，继续向北骑行。但我看这条红中路好像换了牌子了，变成了建和路了。反正方向没错，就往前骑吧。现在骑过虹桥路，今天骑行啊，到了后面这一段，避开了一些大路，在这种比较小的马路上骑行呢，还是比较舒畅。就以前啊，没有怎么去想这个问题。就是你在上海，如果直线距离骑个15公里，其实可以去到市区，估计是任何一个地方的。所以这个城市啊，并不很大。骑过清溪路，到了这边呢，就完全是一派啊上海西郊的这种地方了。确实应该也是西郊的地方了，结果这个地方呢很少来。今天骑着车也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来闲逛。看看这个马路两边啊，这种高墙深院啊，相信里面都是一些好房子。
骑过龙溪路。前面有条马路，名字叫可乐路、可乐东路。我要从左边拐弯。建和路、野努金桥，还有这样的一座桥。到了这条哈密路啊，我就看到应该我的目的地就在前方了啊。我远远已经望到有寺庙的屋顶了，而且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去转转。野努径桥，这边也叫野努径桥啊，应该都是一条小冲连到了这边。我们来张望一下啊，你看啊，对面的应该就是一座庙宇的这种屋顶了，黄色的墙，黑黑的瓦，非常有意思啊。今天骑行了个把小时就来到了这里，那我就把这边呢当为我今天的一个目的地吧。现在呢，我要到这个华发禅寺啊去看一看，然后从那边呢再找路回去啊。路上说不定还可以经过些什么地方。我们下一段接着再聊，接着再跟大家分享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，拜拜。